商太太笑道：“他那张嘴是信得过的呀。”说话间，便听到了商小飞和君然说话的声音。小飞回来了，海童说了一声：“洋洋听到商小飞回来了，立即抱着他正在玩的玩具狂奔出去。担心他会摔着，海童连忙起身跟着。商太太没有跟着，他就坐在沙发上，扭头笑看着外甥女的背影。笑着笑着，他的笑容就不见了，只因他想起了自己早死的妹妹。若是妹妹还在，那该有多好呀！还有自己的父母，大家都活着的，他们这个大家庭热热闹闹的，他和妹妹也不会分开，妹妹更不会早死。不知道母亲当年的那个助理是否还活着啊？他是个很关键的人物，他们都动用了能用的人脉去寻找，没有消息。毕竟很多人都对那名老助理没有印象，他依稀还记得，凭着记忆画出来的画像也不知道对不对。凤家主几十年来都没有放弃过寻找老助理，都没有找到呢。这凤家主对那名助理的印象更深刻。再者，那名助理若是活着，年纪很大了，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发生的事。商太太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很快又眼神坚定，在心里默默的道：“妈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，属于我们的我也会重新拿回来。妈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海玲在江城相安无事，保佑她能重新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海玲是你的外孙女，妹妹我未能保护好她。”只要一想到妹妹，商太太就心情沉重。屋外的商小飞已经抱起了冲向他的洋洋，开心地抱着洋洋转了2圈。洋洋被逗得大笑，边笑边叫喊着表姨：“我要举高高，举高高！”商小飞转手就将他塞进了君然的怀里，笑着道：“要举高高就让你君叔叔来，表姨没有那么大力气。”君然满足了洋洋要举高高的要求，小家伙笑得嘴都累了，君然还抱着他转了好几圈。商小飞在一旁笑道：“君然，你别再转圈圈，洋洋都要头晕了。”洋洋笑哈哈的：“表姨好玩，我不头晕。”君然还是放他下地。海童走过来：“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的？”商小飞本来是在公司里，商小飞应着没什么事，我就去君然公司里坐了坐，然后他就跟着我回来了。我真的没有拐他回来的，是他非要跟着回来。君然笑得憨憨的：“我不放心你。”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车技好得很啊，我都是个老司机了。海童说道：“小飞，你就偷着乐吧，君然把你宠在心尖上了呀。”他上前亲热地挽上了商小飞的手臂，招呼着君然进屋里去吧。君然很自然地牵起了洋洋的小手，跟着姐妹俩进屋。洋洋今天没有去你陆叔叔那里？君然问着小家伙。陆叔叔没空，小姨去接我的，过来看小宝宝。小宝宝睡着了，没看到。洋洋口齿伶俐，说话清晰，就君然觉得这个小家伙和龙婷一样。龙婷刚被大嫂捡到的时候1岁多了，说话都不利索，但当他说话利索了，就牙尖嘴利，有时候说话老气横秋的。如今3岁多，像个小大人一样，比同龄的孩子高，也比同龄的孩子聪明。那龙婷记性特别好，这是最让人意外的。而他刚见到洋洋时，洋洋也是小小只，说话也不利索，如今也是小鬼精灵一个。希望他和小飞以后生的娃娃，能像洋洋和龙婷这般聪明伶俐。小宝宝现在还小，睡得比较多，等他大一点了，就可以和洋洋玩了。洋洋嗯着，小姨也是这样说的。君叔叔，你是不是总是不忙呀？我每次来姨婆这里都看到君叔叔的。在洋洋的眼里，姨丈、苏叔叔、陆叔叔都很忙的，陆叔叔还腿脚不便呢，坐着轮椅都要回公司上班，忙得很，就跟妈妈一样忙。但是君叔叔就不忙，忙的话，他就不会次次过来都能看到君叔叔。君然笑道：“君叔叔忙呀，不过君叔叔不放心你表姨一个人回来，就放下工作送你表姨回来了。
洋洋扬起小脸，天真地道：“君叔叔可以像我姨丈那样，安排保镖叔叔跟着表姨的。我小姨去哪里都有保镖处叔跟着。我姨丈说这样子他能够放心的工作。还有我小姨会打坏人，我小姨可厉害了，我最喜欢我小姨了。”君然笑：“是，你小姨很厉害的，你表姨也会打坏人。不过君叔叔还是想送她回来，顺便留下来吃饭。”洋洋一副就知道的表情，说到君叔叔是为了吃饭吧？君叔叔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这里，没有人给君叔叔做饭吃，所以君叔叔就只能厚着脸皮在我姨婆家里吃饭。君然爆笑：“这小家伙太会说了吧，还说他厚着脸皮呢。好吧，他也真的是厚脸皮。以前商太太不同意他和商小飞两个，每次他过来，商太太都黑着脸不待见他，他依旧厚着脸皮留下来吃饭。商小飞和海童扭头看了看一大一小，那边又自顾自地聊他们的天，就有洋洋陪着君然说话，君然也不无聊。洋洋太聪明了，君叔叔不就是没有人给我做饭，所以借着送你表姨回来，然后留下来吃饭吗？洋洋又问道：“君叔叔，你不会做饭吗？”在洋洋的印象中，除了陆叔叔行动不便，他没有看到陆叔叔做饭之外，姨丈还有苏叔叔都是会做饭的。还有姨丈家里的其他叔叔们都会做饭。君然答道：“我会做饭呀。”那君叔叔为什么不自己做饭呢？君然答：“君叔叔一个人吃饭不香。洋洋不觉得吃饭的时候，那人多才吃得香吗？自己一个人吃山珍海味都不香的。”洋洋想到平时只有他和妈妈两人吃饭，以及在幼儿园吃饭，妈妈做的饭菜更好吃一点，但他却喜欢在幼儿园里吃饭，因为小朋友多呀，热闹。那他便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好像是这样。所以君叔叔就懒得自己做饭，在你姨婆家里吃饭了，还能看到洋洋，你君叔叔可喜欢洋洋了。洋洋抬头挺胸的，喜欢我的人可多了。君然呵呵的笑，对，喜欢洋洋的人可多了。洋洋要记得给君叔叔留个喜欢你的位置哈。洋洋很大方的点头，应着我会给君叔叔留个位置的，就逗得大家都在笑。刚进屋呢，战印的电话打过来，海童接听，夫妻俩无非是话些家常。战印知道爱妻去了商家，以往知道海童在商家，他也会过来，今晚他忙，跟海童说不陪他吃饭了。海童体贴地道：“我在大姨这里吃饭，吃完饭聊聊天，天黑了就回去。你去谈生意，别喝那么多酒，注意保暖。天气预报说又要降温了，这次降温还会下雨。冬天下雨的时候会觉得更加的寒冷。我不喝酒，我又不在外面吹冷风，再冷对我也没有影响。战印天天都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办公，就算外出谈生意，也是在管城大酒店照极有暖气。降温再低，对战大总裁都没有影响的。彤彤，你天天在外面跑，才要多穿件衣服。还有洋洋要帮他多穿2件。我晚上应酬，东明也去。陆东明忙着的就是这件事。海童恩着知道了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。洋洋要是冷了，也会说的，他自己也会找衣服穿。他帮外甥穿着保暖衣的。那东明哥也去的话，你照顾一下东明哥了。这个不用你说，我会照顾他的。那你们先吃饭吧，我忙一会儿就去接东明。海童再次叮嘱了他几句，便结束了通话。等他将手机从耳边移开，才发现外甥坐在他身边，一直看着他通电话。见他将手机从耳边移开了，洋洋说道：“小姨，你也不让我和姨丈说话。”海童愣了一下，随即摸了摸外甥的头，温声说道：“你姨丈很忙，今晚估计都要很晚才能回家呢。”洋洋哦了一声：“可以吃饭了。”商太太叫道。海童将手机揣回裤兜里，起身再牵着洋洋：“
洋洋，冷吗？不冷。小姨，你冷吗？海童笑，小姨也不冷。不知道我妈妈冷不冷？小姨，星期五我和陆叔叔去看我妈妈。哎呀，你帮我拿几件我妈妈的厚衣服好不好吗？我带过去给我妈妈，那样我妈妈就不怕冷了。我不够高，拿不到。哎，小家伙说出请求小姨帮忙的原因，因为他太矮了，就算是搬着小板凳垫着，也够不着妈妈的衣服。好，海童想说姐姐不差衣服的，就江城比管城更冷，有时候江城还会下雪，就姐姐出门前已经连厚的衣服都带着过去的。想到这是外甥的一片孝心，他便没有说出来。姨甥俩在商家吃过了晚饭，又玩了一会儿，等到小宝宝醒了，姨甥俩又看过小宝宝，在晚上8点才回家。那回到家里时，看到屋里灯火通明，就连2楼都有房间亮着灯。海童还没有下车，就对洋洋说到谁来了吗？2楼怎么会亮着灯的呀？1楼会亮灯很正常。管家一般都会在屋里等着夫妻俩回来，2楼是他们的房间，未经允许，管家和佣人都不会上楼去，所以看到2楼亮着灯，海童才会觉得奇怪啊。洋洋说了句可能是太奶奶回来了。海童笑道，希望你猜中了，奶奶一把年纪了，还天天不着家，像个小孩子似的。老小孩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，老太太就是个老顽童呀。车子呢驶到了主屋门口停下来。海童想帮洋洋背起小书包，洋洋却要自己背着。他说老师说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呀，就妈妈和小姨也是这样教我的。海童笑，是，小姨是这样教过你。小姨忘记了，对，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。洋洋有太多人宠着她，姐妹俩都怕洋洋会被宠坏，管教的事是姐妹俩亲自抓着，教导洋洋正确的人生观，免得洋洋被宠坏。洋洋背起了自己的小书包，等车门开了，他先下车，然后转身伸出小手要扶海童。海童伸手握着小家伙的手，就让他以为他扶着他下车了。洋洋真棒，姨丈说我和他都是男的，以后要保护小姨和妈妈，要照顾好小姨和妈妈。海童笑道，像个小大人似的，心里暖洋洋的。哎，不枉他疼洋洋如同亲生子，也被战印暖到。他宠着他就算了，还会教洋洋照顾他。洋洋这么小就知道体贴人了。长大后肯定是个暖男，将来不知道哪家的女儿有福气了。大少奶奶回来了，明叔从屋里迎出来。哎，明叔，是不是奶奶回来了？海童问着明叔。明叔答道，是太太，老夫人还没有回来。他上前抱起了洋洋，海童松开手，让他抱着洋洋。明伯伯，洋洋甜甜地叫了明叔一声，这明叔笑着应了一声，抱着洋洋跟着海童进屋，边走边压低声音说道，太太似乎有心事，傍晚就过来了，但是饭也没有吃，坐在大厅里看了好一会儿电视，现在上楼去了，就也不知道太太怎么了。闻言，海童关心的道，我妈怎么了？该不会是和爸吵架了吧？说公婆吵架，海童是不相信的，战家的男人出了名的宠妻啊。别看公婆30几年的夫妻了，感情好的如同初恋。她嫁入战家1、2年，从来没有看到过公公大声和婆婆说话，就战印对她的温柔都不及公公对婆婆的温柔。明叔，我和洋洋在我大姨家里吃过饭的了，你陪洋洋玩会儿，我上楼看看。明叔恩着，他抱着洋洋去看电视，海童独自上楼去。小夫妻俩的家是给公婆留了房间的。他来到了婆婆的房间门口，抬手敲着门，边敲门边说道，妈，我是海童，我能进去吗？来了。唐君叶应着，很快便走过来开门。妈。唐君叶脸上带笑，
问他：彤彤，你回来了，洋洋呢？洋洋在1楼看电视，明叔陪着他。海彤看婆婆的神色不太像和公公吵架呀。我听明叔说妈似乎心情不太好。海彤边走进婆婆的房间边说道。唐君夜没有关上房门，他说道：妈是有点心情不好，不过现在没事了。遇到什么事了？海彤关心地问道。唐君夜先问他要喝水吗？不用，谢谢妈。唐君夜便走过来，拉着海彤在沙发上坐下来，说道：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因为老六的事跟你爸辩了几句，我一时气狠了，就离家出走了。海彤，就是说你过来，我爸不知道的。唐君夜现在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他说道：我还没有告诉他，也让明叔先不要说，我想冷静冷静，我爸会担心死的。妈，老六怎么了？海彤关心地问道，随即又对婆婆说道：妈还是先给爸发信息，告诉他你在我们这里，免得爸到处找你。唐君夜抿了抿嘴后说道：我来了几个小时，他都没有找过来，说不定他压根儿就不担心我呢。顿了顿，他小声地补上一句：不过我是偷偷出门的，他不知道我出门了，可能以为我还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吧，否则以丈夫对她的在乎啊，不可能不找她的。不过唐君夜还是给丈夫发了条信息，告诉丈夫她在长子这边。丈夫给她发了不少信息，她看了但没有回复。见婆婆发了信息给公公后，海彤好奇地问：老六怎么了？彤彤，妈以前跟你说过老六很喜欢做菜的吧？他现在想去当一名厨师，我不赞成，但你爸支持他，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战家的少爷啊，个个都会烧菜做饭。这是老太太培养出来的，他老人家要求孙子们个个都有独立自主的能力，就算没有了家族庇护，也能靠着自己撑起一片天。人人都多才多艺，若是哪天家族公司倒闭了，就凭着他们的能力也能生存下去。战浩宇厨艺好，但最喜欢做菜的还是战家六少爷，他是战印的亲弟弟，海彤的亲小叔子。海彤笑道：就这事，妈还和爸吵架了呀？唐君夜说道：也不算吵架吧，就是意见不合，争辩了几句。你也知道他们家男人都宠妻，我被他宠了几十年，事事都顺着我，结果现在和小六统一战线对付我，我就生气了。说着说着，唐君夜都脸红了，觉得自己矫情了点儿。妈，我觉得爸说的也没有错呀，小六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呗，他的事业早已稳定，让他做点他喜欢做的事挺好的。战家9位少爷，挑着重担的就是前面3位少爷，美房的老大，谁叫他们是老大呢？老大就挑大梁了。从4少开始，如果不是进入家族公司，帮忙打理家族事业，就是自己拿一笔钱自由创业。老六既帮着打理家族事业，也自己创业了。他喜欢做菜，做的却不是餐饮生意，可能这对他来说，这多少都有点遗憾吧。现在呢，想去当一名厨师，展现他的厨艺吧。海彤觉得也没什么啊，6少都是成年人了，他想做什么呀？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战家爷们就没有过冲动行事的时候。婆婆不愿意让老六去当厨师，可能是觉得当一名厨师让他丢脸了吧。怎么说都是战家6少爷。妈，老六想去哪里上班啊？海彤劝过婆婆后，好奇地问道。是哪家餐厅或者是酒店，吸引着小叔子去上班。唐君夜说道，他不是去大酒店上班，是去给别人当家庭厨师，还要出事，不在我们管成。海彤美眸闪烁，问着婆婆妈，会不会是奶奶给老六挑的人家里需要厨师，那所以老六就借机接近他。奶奶给老六挑的人是谁？妈知道吗？唐君夜愣了一下，说道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，我只知道就他老人家给老4和老5挑好了人，
以为老六和老七，他老人家先不考虑的。老七刚被带入社会交际呢，肯定不会太快给他安排妻子人选的。不过老六已经在商界混了几年，就是很低调而已，因为他是战印的亲弟弟。别人只要知道他是战印的亲弟弟，都会高看几眼，他做出成绩来，别人也会以为他是托着哥哥的福，所以他不愿意顶着哥哥的光环，就特别的低调，与人谈生意时，也不说自己是战印的亲弟弟，甚至说自己与战氏集团毫无关系。他自己的生意的确与战氏集团毫无关系，连业务往来都没有。有个太优秀的哥哥，身为老二的，亦是压力山大的，就很容易就会被人拿来和哥哥做比较。等奶奶回来，我探探奶奶的口风。海童跟老太太的感情最好，他能有今天，多亏了老太太一力促成他和战印在一起。老太太最疼的是战印，爱屋及乌，对他这个长孙媳妇也是最疼的。他老人家给其他孙子挑选妻子人选时，就特别看重人品，生怕其他孙媳妇人品不好，跟他这个大嫂合不来，或者嫌弃他出身农村，给他委屈受。那老太太是真的很疼爱他呀。有什么心事，海童也愿意和老太太说。你奶奶去哪里了呀？从老婆婆开始安排战印的婚姻开始，唐君业就便彻底放手不管儿子们的人生大事了。老太太喜欢折腾，就让他老人家操心吧，有点事情做，老人家也有活力，有精神，免得闲在家无聊了，跟几个儿媳妇大眼瞪小眼的。他们几个当儿媳妇的还心里发毛，那生怕老太太整人的爪子啊落到他们的头上。就让老人家折腾孙子们，好过折腾他们。反正老人家最疼孙子，怎么折腾也不会伤害到孙子。最重要是那些臭小子一个个都孝顺老人家，最听老人家的话，因为放心的将儿子的人生大事交给老太太操心。唐君业还真的不知道老太太是否给老六挑了妻子人选。奶奶去会老友了吧，他老人家整天不着家的。海童话里话外有着对老太太的包容及宠溺，他笑到奶奶想我们了就会回来，或者我和战印闹矛盾呀，他老人家会立即像一阵风似的刮回来。唐君业连忙说道，童童，你可要开开心心的，战印若是敢惹你生气，你跟妈说，妈教训他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心情，怀着身孕的儿媳妇就比儿子重要了。儿媳妇肚里的孩子可是她盼了很久才盼来的孙辈，不论是孙子还是孙女，是第一个孙辈。在他夫妻俩的心里都是特殊的。如今唐君业也能理解婆婆对战印的感情了，第一个孙辈又加上隔辈亲，婆婆最疼战印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妈，我和战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闹过矛盾了，他现在也不会和我闹。海童笑道，妈不用担心的，刚结婚那会儿，由于没有感情基础，加上战印对他存着点误会，以为他有所企图，哄住了奶奶，让奶奶逼他和他结婚的，所以夫妻俩容易闹矛盾。有感情的情侣结成了夫妻，一起生活时也会有磨合期，更不要说他和战印属于闪婚了。想到儿子是个宠妻狂魔，唐君业笑着也是，妈不担心，战印一向宠你，不会和你闹矛盾的。童童，你说若是老六去当厨师，真是为了追妻吗？我问老六要去给谁当家庭厨师，他又不肯说，那般保密，我想还真有可能是为了追妻呢。经儿媳妇开导后，唐君业也觉得老六是为了追妻，就才会去当一个家庭厨师。不过呢，在不知道老六去给谁家当厨师之前，唐君业都不放心。老六不肯说有2个原因，一是可能怕妈去搞破坏，不让他好好上班；二是真的为了追妻啊。等战印晚上回来，我跟战印说一声，去打听打听老六要去上班的那家人里是否有适婚女儿就知道了。对对对，
让战印出面打听一下。就老六很听他大哥的话的，有什么心事都会跟他哥说，很少会跟我说，跟他爸说的都比跟我说的多。哎，生的是儿子就是这样的了，儿子长大后就跟当爸的更亲近，还是女儿贴心呀，我没有女儿命。彤彤，你加油，给妈生个孙女抱抱也是一样的。妈身体好，能活到孙女出嫁的，享受一下孙女的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弥补没有女儿的遗憾。海童的笑容僵了僵，他说道：“妈，这个我可不敢保证，生儿生女与我无关，决定权在战印身上的。唐君夜也是与咱们女人无关。”婆媳俩谈到这个话题都有点尴尬，唐君夜赶紧转移了话题，说道：“也不知道你们奶奶给老六挑了个什么样的老婆，肯定是很好的，适合老六的。奶奶经常到处跑那么多地方，千挑万选，不会挑差的。看，连江城的乔涵都被老太太锁定了，江城人都不知道乔涵是个女人呢，老太太知道了，还把人家锁定为孙媳妇人选。如今战浩宇也快要抱得美人归了，乔涵为了帮战浩宇洗清同性恋之名，公开穿女装，承认自己是个女人。他和战浩宇在一起，那是最正常的恋情，并非不被世人接受的同性恋。不知道碎了多少姑娘的芳心呢。也是啊，我相信你奶奶的眼光。唐君夜还是很信任婆婆的，以前她还觉得婆婆亏待了战印，逼着战印娶了海童，现在她已经完全接受了海童这个儿媳妇。以后呢，她也能慢慢的调教海童，将战家内宅的事情一点点教会海童，再交给海童，她这个当家太太就可以退休了。海童也愿意学，学得认真啊。海童一有上进心，野心又大，倒是挺适合战印的。战印也是个有野心的男人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唐君夜觉得儿子已经在海童手里了，他为了儿子的幸福，只能接受海童。只要儿子幸福，儿媳妇出身差一点也无所谓。况且，现在知道海童原来是江城凤家的后代，也不算差了吧。凤氏家族巅峰时期跟战家，那也算是门当户对的。海童的亲大姨又是商家的太太，亲姐也很努力上进，努力的变强大，给海童当靠山啊。唐君夜欣赏儿媳妇姐妹俩对生活的态度。至于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，别人私底下怎么说，唐君夜已经看开了，只要那些人不在他面前说，没让他听到就行。他听到了，那肯定要替儿媳妇出气的。现在谁不知道他唐君夜是个护儿媳妇的婆婆？彤彤，你二婶过2天带云初出席宴会，那妈当晚也会一起去，你想不想跟着妈一起啊？唐君夜说完后，又马上说道：“还是算了，你在家里好好养胎，就算宴会上不会拥挤，妈也担心有些人不长眼，万一碰撞到你的肚子，伤了你和孩子，他会后悔一辈子的。”海童笑着：“我倒是不担心这些，不过战印不会让我去，他紧张得很。妈，我想等到我生的那一天，战印可能会紧张害怕到晕倒。”唐君夜说道：“应该不会吧，不过他爸当初在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不管是第1胎还是第2胎，他爸都紧张的晕倒了。我生战印的时候，他爸非要陪产，跟着一起进产房的，结果他紧张的晕倒，还要医生护士把他抬出去。当时我痛得要命，见他吓晕了。既然不知道痛了，想笑。提起当年的事，唐君夜现在还是忍不住笑，那场景让他又怕又笑。突然看到老公两眼一闭，软软的倒下，就吓到了他。后来知道他是紧张过度，也是被女人生产的场景吓到，才会晕倒的。他又好笑，生了战印，丈夫心疼她，说不要2胎了，反正有儿子当接班人了，是他想要个女儿，坚决要继续生。谁知道啊，这夫妻俩没有女儿命呀，生了都是带把的遗憾呀。
占印有可能会遗传到他爸这一点。反正到时候你生娃时，不要同意占印陪产，否则还要分心来担心他。海童笑道：还有这样的事呀？我看占印现在都紧张兮兮的啊，有时候我半夜醒来，发现他会盯着我的肚子看，有点不舒服，他就一副天要他的样子。等生的那一天，可不能让他跟着进产房，说不定真会晕倒在里面。那婆媳俩聊了一会儿，唐君叶的心情好转。就他听儿媳妇的。海童劝他，儿子都长大了，又不是3岁小孩子，他们想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了。那老六又是正儿八经的去工作，况且他的生意也稳定，他去给别人当家庭厨师，也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生意。想到老六还有可能是给未来老婆做饭，唐君叶就更没有阻拦的必要了。彤彤，妈现在想开了，不生气了，走，咱们下楼去看看洋洋。唐君叶起身，海童笑着跟婆婆一起下楼去。明叔陪着洋洋在看动画片，洋洋看得投入。听到脚步声，明叔站了起来。小姨，洋洋看到小姨下楼，不看电视了，起身就跑向海童和唐君叶，就又亲热地叫了唐君叶一声唐奶奶。唐君叶抱起了他，问他在幼儿园开不开心。洋洋一一回答，还跟唐君叶说了很多幼儿园的趣事，逗得唐君叶笑声不断。大概1个小时后，战丽蓉以及战家6少爷战远便来了。听到明叔说公公和小叔子来了，海童亲自迎出屋外去。唐君叶抱着洋洋不动，嘴里还说道：来就来了，又不是当皇帝的，还要人出去迎他了。不过海童的举动他还是很满意的。海童走出了主屋，就看到了公公和战远下车，匆匆地走过来。爸，海童叫了公公一声。战丽蓉心里着急，面对长媳妇呢，她还是和颜悦色的，温和地应了海童一声。那战远则是叫了海童一声大嫂。海童，你妈在屋里吧？战丽蓉轻声问着。海童点头，妈在屋里。爸不用担心的，我妈没事。她跑过来了，我竟然不知道，还以为她把自己锁在房里。我也不敢强行开门，就在门口拍门叫她，叫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回应我，以为她生我的气呢。战丽蓉庆幸的是老婆生气了，只是来了长子这里，没有跑回娘家去，否则她要去唐家接妻，少不得又会惊动老丈母娘，让丈母娘担心了。主要是夫妻俩但凡闹点小矛盾，丈母娘都是站在她这一边，让老七吃醋不已，说他妈偏疼着他这个女婿。事实上是知女莫如母啊，丈母娘那是了解她的女儿，知道自己的女儿什么脾性，就也了解她这个当女婿的啊。那所以只要夫妻俩闹点小矛盾，不会是她的错。她从来没有在丈母娘面前告过状，但每次老七总觉得是她在告状。能不惊动老丈母娘尽量不惊动了，老人家年纪也大了，他就不想让老丈母娘再为他们操心吧。我又没有和他吵架，只是说阿远是个成年人，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要做什么。我们做父母的支持一下儿子干他想干的，喜欢干的事情有什么不对的。战丽蓉说完后，赶紧对海童说道：海童，爸不和你说了，爸先进去看看你妈。说着他匆匆地进屋去。海童和战远没有立即进屋，战远看着海童，试探地问道：大嫂，我们能聊几句吗？海童笑着，当然可以，你想跟大嫂说什么尽管说。爸妈这次闹毛的不愉快，是因为我想去给人当家庭厨师，不过我的生意我能兼顾的，但是妈不同意，妈觉得我有自己的事业，就算喜欢做菜，可以在家里做菜，没必要跑去给人当厨师。厨师是职业，但是妈不喜欢。妈觉得我好歹是战家的6少爷，怎么能跑去给别人当厨师呢？战远说的有点苦恼，是因为母亲的反对，
还因此导致父母闹得不愉快。他跟大哥是不一样的呀，大哥打小由爷爷奶奶带大，跟爷爷奶奶感情最好。他虽然也由爷爷奶奶教导，但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更多。他很在意父母对他的支持。他不是长子，不用接管家族事业。不过他今年开始帮忙着打理家族事业了，也有自己的生意。他是可以做他想做的事，就没有太大压力的。他以为呢，跟父母说了，父母会支持他的，哪曾想母亲不支持他。父亲一如以往的支持他，母亲反而跟父亲争吵。母亲上楼后呢，父子俩都以为母亲在房里生气。谁知道母亲趁他们不注意，就悄悄地离开了家，来了大哥这里。父子俩还轮番上楼去敲母亲的房门，向母亲道歉呢，结果房里根本就没有人。要不是收到了母亲发来的信息，父子俩都还在傻傻地等着。母亲气消了，自己从房里出来。海童说道，妈也跟我说了这件事，我跟妈说了，你喜欢做菜，想去给人当厨师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我们是你的家人，理应支持你的。妈现在能接受得了，你不用太过自责。爸妈的感情那么好，不会因为一件小事情就闹翻的，会有点不愉快，也很快就过去。那婆婆呢，是被公公宠了几十年，第一次公公不是跟她统一战线，她才会生气。其实妈不是气你，是气爸。气爸没有跟她统一战线，站远抿抿嘴后，有点无奈地笑道，这个倒是事实，我还不值得我妈为我生气呢。能让我妈生气的只有我爸，父母才是真爱。他兄弟俩都是充话费送的。大嫂，谢谢你替我在妈面前说话。母亲其实也很开明，就是偶尔也会在乎一下别人的看法，觉得他们会丢了战家少爷的脸，让他这个战家大太太没脸啊什么的。就他能理解母亲，不过母亲很快就能想开。就像当初大哥娶了大嫂，母亲内心是不愿意的，但没有做过破坏兄嫂感情的事，在外面也很维护大嫂。谁说大嫂的坏话就跟谁绝交，海童笑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气，我和你大哥都是希望你们好好的。站远还是感谢海童。老六，大嫂悄悄问你句话，你如实回答大嫂。海童忽然压低声音说道。站远黑眸闪烁，就总觉得大嫂似乎知道了什么似的，但他还是说道，大嫂问吧。我知道的，绝对老实的回答大嫂。你要去给别人当家庭厨师，就那个别人是奶奶给你挑好的妻子人选吗？大嫂怎么知道的？